各位有缘的朋友，此刻请先放下手头的事情，静下心来，听我娓娓道来。作为被选中的人，如果你决心踏上使命之旅，始终保持高频振动，那么有些事物你必须果断远离。或许你曾有过这样的感受，当你接触某些人或某些事后。这里是意识觉醒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。仿佛自身能量被抽空，内心变得沉甸甸。面对那些不对劲的东西，心中会泛起一丝不安。然而，我们往往选择忽视这些信号，自我安慰，认为它们无关紧要，自己足以应对。但事实是，能量具有传染性，震动真实存在。世间万物，从物质到思想情感，皆带有特定的频率。一旦你与低频事物接触，无论你觉得自己多么强大，最终都会被其影响，频率被拉低。有时这种影响极其细微，等你察觉时，往往已无力挽回。首先要远离的是那些有毒的人际关系，这不仅限于恋爱关系，而是任何持续给你带来负面影响的人，可能是朋友、家人或同事。他们总是批评多于鼓励，热衷于闲言碎语而非激励你，他们消耗你的能量而非滋养你。其实你心里明白我说的是谁。你的振动频率是你最珍贵的财富，守护它就意味着要做出选择，选择那些积极向上，能提升你的人和事，在人生旅途中保持警惕，学会分辨并远离那些可能降低你频率的毒素。如此，你才能以高频振动照亮前行的路，也温暖他人的心。这里有一个残酷而深刻的真相，问题不仅在于避开负面能量的侵蚀，更在于深入理解这些能量如何与你的能量交织。每一次对话，每一场互动，都是能量的交换。如果你长期让自己处于低频人群之中，他们的能量迟早会渗透进你的世界。我想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：为何我们总是难以割舍那些有毒的联系？是因为害怕孤独，还是被责任感捆绑，或是怀揣改变他人的不切实际幻想？这些问题直击内心，而守护自己的振动频率，就意味着要勇敢面对它们。作为被选中的你，身上带着独特而耀眼的能量，如磁石般吸引着周围的目光。但请注意，并非所有被你光芒吸引的人都适合留在你生命的舞台上。有些人靠近你，只是将你视为能量的汲取站。无论你多么渴望助人，请记住，空的杯子无法向外倾倒。守护自己的振动频率不是自私，而是生存的必须。接下来，让我们聚焦另一个隐秘却同样危险的领域，你所消费的内容。仔细想想，我们花多少时间在刷社交媒体、看电视、听音乐或读新闻上？不妨问问自己，这些信息究竟如何渗透进你的思维空间？每一个字眼，每一幅画面，每一个音符都携带着独特的震动。有些内容能振奋人心，与你追求的高频振动共鸣，但更多时候，它们将你拖入恐惧、比较、评判和匮乏的漩涡。可怕的是，我们往往浑然不觉，还以为这些只是生活的调味品或背景音。但实际上，你消费的内容会塑造你的思维，而你的思维又决定了你创造的现实。所以，关键在于你接触的信息是在提升你的境界，还是在拉低你的层次？它们是在唤醒你的力量、使命以及与神圣的连接，还是用琐碎的知识和恐惧填满你的大脑，让你迷失自我？
是时候审视并调整你的信息消费习惯了，让每一次心灵的触碰都成为正能量的汲取，而非负能量的堆积。被选中的人必须精心挑选进入你精神世界的事物，因为思想是塑造你现实的强大力量。如果你不主动守护它，世界就会替你决定，为你编程。然而，需要守护的不仅是人际关系和信息内容，还有你的日常习惯。想象一下，在无人监督时，你的饮食、脑海中的思绪、时间的分配方式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为，其实都蕴含能量。你做的每一个选择，都在增强或削弱你内在的振动频率。你选择的是滋养身心的健康食物，还是让精神萎靡的垃圾食品？你是将时间投入与目标一致的活动，还是在琐事中虚度光阴？你是用积极向上的念头滋养心灵，还是任由消极的自我对话占据主导？这里有个值得深思的问题：你的生活状态与内心的价值观是否一致？毕竟，没有什么比违背自己真实的想法更能迅速削弱你的振动频率。当你的言行不一，打破自己的界限，对内心的声音置若罔闻时，你的内心就会出现裂痕。这裂痕如同能量场中的漏洞，虽不易察觉，但久而久之，你的能量会被耗尽。所以，作为被选中的人，前行的路并不平坦。它要求你具备自律和勇气，敢于对不利于你的事物说不，即便它们充满诱惑，无比熟悉，甚至让你难以割舍。但请记住，每一次你选择守护自己的振动频率，就是在强化它；每一次你拒绝降低频率的事物，就是在向注定属于你的美好生活迈进。有些低频依赖看似无害，实则隐藏巨大代价。守护你的能量，绝不容妥协。你每日的每一次互动，每一个习惯，每一项选择，都会在你的能量场中引发连锁反应。作为被选中的人，你的能量无比神圣，它是你光芒的核心，是你人生目标的基石。但并非所有人都能与你同行。有些依赖，无论是人、习惯、想法还是事物，如同沉重的枷锁，将你束缚在较低的频率上。你执着于他们的时间越长，就越难挣脱，越难提升频率。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？与某些人相处后，感到格外疲惫，或许是那位总是抱怨不停的朋友，或是向你传递恐惧的家人，又或是那段只有付出却无回报的关系。这绝非偶然，能量不会说谎。当你与低频振动的人交往时，无形中卷入了一场能量交换。如果他们不愿自我提升，就会在无意中拉低你的频率，以匹配他们的状态。这就是低频依赖的代价。他们不仅及时消耗你的能量，还会在你的气场中留下隐秘的痕迹，阻碍你与内在真实自我的连接。为何我们难以割舍这些依赖？往往源于对孤独的恐惧，对改变的抗拒，或对未知的畏惧。但请认真想想，放手时的恐惧与停滞不前付出的代价相比，哪个更大？每一分每一秒，如果你沉溺于无法滋养你的事物，就是在拖延自己的成长、疗愈与进化。作为被选中的人，你没有停滞的余地，因为你的使命至关重要，你的光芒独一无二。世界期待你以最佳状态绽放，而不是被削弱你的依赖所牵绊。咱们再聊聊习惯。降低你振动频率的，不仅仅是人，还有那些日常习惯。它们看似琐碎，却在日复一日中雕琢你的生活。不妨反思，
哪些习惯正在不知不觉中让你偏离目标？是不自觉刷社交媒体，陷入无意义的比较？是拖延重要却不愿面对的任务？还是从短暂快乐中寻求安慰，却换来长久空虚？这些习惯看似微不足道，却会形成一种模式，而这模式塑造了你的现实。要让每一个习惯，要么滋养你的光芒，要么让它暗淡；每一次选择，要么带你靠近真实自我，要么让你渐行渐远。作为被选中的人，你没有沉溺于低频习惯的空间，你的存在肩负更高使命。除此之外，降低振动频率的还有内心深处的执念、信念和难以释怀的情绪。我们多久以来在脑海中反复播放过去的伤痛录音，紧抓怨恨、内疚、羞耻不放？有多久给自己灌输充满限制、匮乏和恐惧的故事？这些内心执念最为隐蔽，它们在潜意识中悄然运作，默默影响你的能量。但事实是，你不是你的过去，不是你的错误，更不是你的恐惧。每当你紧抓这些不放，就是在赋予他们掌控你频率的权利，让他们定义你、压垮你、阻碍你绽放光芒。想要放下这些执念，需从自我觉察开始，认真审视自己的生活，坦然面对那些不再与你同频的人、习惯和想法。放手的那一刻，就是新生之门开启之时。放手不仅是与过去和解，更是向未来迈进，与那些能提升你、激励你、指引你的人、习惯和想法携手同行。你的能量如圣物般珍贵，值得你尊重与滋养，容不得丝毫贬低。当你以这种态度对待自己的能量，就等于踏入力量的殿堂。放下低频执念或许会带来短暂不适，但长远来看，收益远超代价。一旦你真正放手，高频能量将如潮水般涌来，为你的生命带来蜕变。你会感到能量充沛，身心轻盈，前路光明，目标触手可及。在这个充满干扰的世界里，作为被选中的人，守护自己的光芒，关键在于设定能量边界。能量是你内在的力量，它推动你前进，连接神圣，照亮周围一切。然而，这世界常试图诱导你偏离正轨，干扰与诱惑无处不在。若无边界守护，你将迷失真实自我，光芒暗淡，道路迷茫。你是否曾质疑过进入你生活的事物，他们的真实意图是什么？是否因逃避困难，就轻易答应不利于你成长的事？能量边界不仅是抵御外界的屏障，更是内心的守护者。它为你的能量构建神圣空间，除非你自愿，无人能轻易闯入。守护能量不仅是个人选择，更是对自己的责任。设定边界需要勇气，敢于说不，远离让你不适的人和事，选择性接纳，并相信自己的直觉。直觉是你保护能量的得力助手，如内心指南针，引领你走向和谐，避开冲突。接下来，我分享一个实用练习，帮助你建立并守护能量边界。可视化练习。想象每天清晨准备出门时，先让自己静下来，想象被一个耀眼光环环绕。这光环是你的能量场，是你的神圣领地，散发着爱、和平与保护的温暖。它的频率使它成为生活的守护者，只允许与你气场相符的事物通过，阻挡一切不和谐因素。日复一日练习，你的能量边界将如铜墙铁壁般坚固，不仅守护能量，还引导你的行为与决策。说到维持能量边界的挑战，干扰无疑是最大敌人。这些干扰
不仅来自外界喧嚣，如社交媒体、娱乐或他人影响，更深植于内心恐惧与怀疑，如无形枷锁，试图将你从中心拉开。因此，培养内心宁静至关重要。通过冥想、深呼吸或写日记，为自己创造宁静空间，与自己对话，与气场共鸣。这些不是生活点缀，而是精神必需品，帮助你清除杂念，回归纯粹自我。如果这些话对你有帮助，请在离开前点个赞，在评论区留下守护我的能量。未来你将面临更多挑战，作为同行伙伴，我再给你几条实用建议，避免能量被消耗。首先，对于身心灵修行者，不建议前往人多之处。许多修行者，尤其是已踏上觉醒之路的人，常有这样的感受，不愿去人多的地方。这并非主观抗拒，而是身体磁场与灵魂深处的本能反应。对于高灵性者，置身人多之地，尤其是负能量聚集的场所，会感到压抑与不适。那种感觉仿佛灵魂被无形力量挤压，内心急切渴望逃离，呼吸自由空气。因为人多的地方磁场复杂，每个人的磁场独一无二，如指纹般各异。人群汇聚时，磁场交织影响，形成复杂网络。高灵性者如灵敏磁铁，能感知周围磁场细微变化。在人多之处，他们仿佛身处巨大磁场漩涡，难以维持自身磁场平衡，灵魂感到压抑与束缚。因此，他们常选择远离人群，寻找静谧之所，让磁场恢复平衡。高灵性者通常极敏感，能感知他人情绪、能量与意图。在人多的地方，这些能量交织成复杂能量场，对他们而言，如强大噪音干扰源，使他们无法清晰捕捉内心声音与直觉，进而陷入困惑、迷茫与不安，难以正确决策。故而，他们避开人群，以保持内心平静与明晰。灵性越高，越倾向独处。老子在《道德经》中说：“大音希声，大象无形。”意指越伟大的成就，越难以估量，越质朴无华。人亦如此。灵性越高，越简单纯粹，越钟情独处。灵性越高，对物质需求越少，对精神追求越高。他们不再被外界喧嚣与繁华诱惑，更注重内心平静与满足。他们喜爱独处，因独处能让他们更深入认识自己，更清晰聆听内心声音。独处时，他们卸下伪装与防备，真实面对自我，思索人生意义与价值，探寻宇宙奥秘与真理。这种独处不是孤独寂寞，而是内心充实与满足。庄子曰：“独往独来，独出独入，孰能害之？”独来独往是为高深人生境界。灵性越高的人，越沉醉于独处时光，无需依赖他人或外物，就能收获快乐与满足，因他们在内心深处已找到真正自我。钟情独处者大多内心坚韧，有自己的追求与信仰，不易被外界干扰左右。他们享受独处，因它让他们更专注目标与梦想。独处中，他们深入反思总结，不断提升能力与智慧。灵性越高，越能领悟独处意义，不为追逐名利迷失自我，不为讨好他人改变自身，始终坚守内心与信仰，保持清醒与独立。看到这里，我们再次郑重提醒，此刻你仍有选择机会，但一旦决心踏上这条路，便与世俗永别，无回头之路。在此，我们透露一些灵性觉醒者的秘密，他们惧怕负能量。
灵性觉醒者内心已开启智慧之门，对宇宙与生命的认知超越常人。他们察觉到宇宙万物皆为能量振动，人类亦是能量聚合体，因此他们对周围能量场格外敏感。感知到负能量时，如磁铁被相反磁极吸引，不由自主被卷入其中。这种负能量或源自他人情绪、思想、行为，甚至整个社会氛围。对灵性觉醒者而言，负能量如毒素，侵蚀身心，使他们感到疲惫、无力、沮丧，甚至引发疾病。因此，他们尽量避免接触负能量，以免受其影响。负能量属低频能量，使人陷入消极、悲观、愤怒等情绪，难以挣脱。而灵性觉醒者内心充满光明与正能量，与负能量接触时，会强烈感受到反差与冲突，极为不适。故他们选择远离负能量充斥的人与环境，寻找与自身频率相近、充满正能量的人与事物，以维持内心平静与喜悦。这并非对他人或社会漠不关心，而是他们深知，唯有保持内心平静与喜悦，方能更好助力他人与社会。灵性越高，越钟情大自然。大自然是宇宙最伟大的艺术家，造就无数绝美风景，孕育奇妙生命。对灵性高深者而言，大自然是最佳老师与挚友。他们热衷于在自然中漫步，静坐冥想，感受其韵律与节奏。置身自然怀抱，他们抛却烦恼与束缚，让心灵真正释放与自由，仿佛能与万物交流，聆听其声，感知其情。这种与自然的紧密连接，使内心充满宁静与满足。山川、湖泊、森林、草原蕴含自然智慧与力量。灵性高的人置身其中，感受到强烈能量场，借助它更深入探索内心世界，领悟宇宙奥秘。在自然中，他们寻得内心宁静与喜悦。面对壮丽山川，他们意识到自身渺小与力量微薄；面对平静湖泊，内心涌起平静与澄澈；面对茂密森林，他们感受生命的活力与力量。这些自然景象让他们更珍视生命，对宇宙心怀感恩。大自然本身是个庞大能量场，能平衡调和人体磁场。人处于自然中，磁场与自然磁场共鸣互动，通过此互动更深入了解自身状况与需求，进而调整生活方式与习惯。灵性越高，越不喜欢喧嚣。喧嚣象征浮躁与混乱，在喧嚣环境中，人易受外界干扰，失去内心平静与定力。而灵性高的人已拥有内心平静与明晰，无需外界刺激证明自己。他们倾向于在安静环境中与自己对话，倾听内心声音。这种宁静环境助他们深入洞察内心世界，探寻生命真谛与意义。喧嚣还代表表面繁华与虚荣，在喧嚣氛围中，人易被表面事物吸引，追逐物质享受与虚荣满足。但灵性高的人已超越物质层面，更注重精神追求与内心成长。他们深知，真正幸福与满足源自内心平静与喜悦，而非外界认可与赞美。故他们不为迎合他人或追逐虚荣丧失内心平静与本真。在喧嚣中，人易迷失自我，忘却初心与使命。而灵性高的人已找到内心归宿与使命，清楚人生目标与意义，不被外界诱惑与干扰撼动。他们喜爱在安静环境中独处，思索人生意义与价值，通过思考更清醒认识自己，
明确人生方向与目标。此外，对于灵性觉醒者，应尽量避免过多涉足寺庙、教堂等场所。通常，寺庙与教堂是人们寻求精神寄托与心灵慰藉之地，但对灵性觉醒者未必契合。这并非他们对宗教或信仰不敬，而是他们深知真正灵性觉醒源自内心觉悟与开悟，非依赖外在仪式或特定场所。寺庙与教堂常充斥各种祈愿与诉求，满是对事物的渴望与期待。而灵性觉醒者已超越这些世俗诉求与期待，明白生命真谛与意义不在外在成就与获取，而在内心平静与喜悦。置身这种环境，他们可能感到无形压力与束缚。这种压力与束缚源于内心已达觉醒与开悟状态，难以与世俗想法共鸣。这些地方常有严苛宗教仪式与规定，但灵性觉醒者更注重内心体验与感悟，而非外在形式。他们清楚，真正灵性觉醒是内心自发觉悟与开悟，非外在仪式或规定能禁锢。置身这类环境，他们可能感到不适，仿佛受束缚。这种不适源自内心对自由与开放的追求，使他们无法被外在仪式与规定限制。灵性觉醒者通常有独特灵性体验与感悟，明白每个人灵性之路独一无二，不应被任何宗教或信仰定义与束缚，故他们更倾向在自由开放环境中探寻属于自己的灵性道路，而非受某宗教或信仰局限。总之，我们需时刻谨记，真正修行是一场深化内在觉醒的旅程，非外在华丽形式或繁杂仪式所能替代。它更像是深入灵魂的探索，是对自我认知的不断深化。在此路上，我们持续挖掘内心世界，理解自身需求与渴望，同时勇敢面对内心恐惧与挑战。出踏修行之路时，常受外界诱惑与干扰。宗教、哲学、灵性团体等看似神圣的事物，有时令我们迷茫，促使我们试图通过加入其中寻找方向。然而，真正修行非盲目追随团体或导师，而是聆听内心声音，相信直觉，自主选择与决策。如果你认为这个信息值得分享，请将这个视频转发给你的朋友和家人。你永远不知道这可能会如何积极地影响某人的生活。在下方评论区告诉我们你的想法。如果你真的喜欢这个内容，别忘了点赞，这有助于更多人发现这个视频。记住，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能产生巨大的影响。你的支持不仅帮助我们继续创作，更重要的是，它帮助我们将这些可能改变生活的概念传播给更多需要的人。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